11名弟子大多面露喜色，齐声答道：“弟子谨记长老教诲。”葛长老点点头，随后又是一阵沉吟。还有一事，是忘情上人亲自交代下来的。众人尽皆静声细听。小琼峰李长寿何在？弟子在。李长寿心道要糟啊，自己还是低估了九巫这个家伙的狡诈程度。但李长寿却没有表现出来，不动声色，躬身行礼。葛长老沉声道：“这次外出，年轻弟子都需听你节制。你便是年轻弟子领队之人。”一时之间，不只是这10名弟子有些懵，这16位真仙也纷纷扭头打量着李长寿。一个反虚境2阶的弟子，为何会被选为领队呢？感受到道道目光汇聚而来，李长寿嘴角也禁不住抽搐了一下。故意的，这九巫绝对是故意的，这矮道人是在逼着他自爆底牌啊！本来李长寿此前还觉得自己跟去东海混一遭，反正门内有几位天仙护持，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顺便还能在地广人稀的东海踩踩点儿，找一个合适闭关渡劫之地。猝不及防，九巫竟然在这下了套。之前还觉得这波不亏，现在已经必然血亏了。九九还开心地问了一句：“师尊怎么知道你这家伙？”但周遭有几名弟子以及其他峰的真仙已经禁不住要发声问询了。弟子以为此事不妥。李长寿反应神速，皱眉低头，气息稍乱，额头见汗。他低声道了句：“还请长老收回成命。”哦。葛长老皱眉：“你可是在对忘情上人的令语有所不满？”弟子不敢，但此事略有蹊跷。李长寿头也不抬，犹犹豫豫了一阵，小声问：“弟子斗胆问一句，忘情上人是亲口给的令谕，还是由九巫师伯代为转告？”葛长老眉头一皱：“是九巫代为转告。”李长寿心底稍微松了一口气，表情转换成了略带惶恐加少许就知道是这般的无奈。九巫绝对是故意搬出了忘情上人的名头，大概率没告知忘情上人这种有关年轻弟子的小事。这一般作假对于九巫来说也无所谓，忘情上人非但不会追究，必要时还会帮爱徒圆谎，九巫也只是相当于先斩后奏。但这同样也留下了足够多的破绽。李长寿立刻决定顺势反击：“既然师伯你做初一，就别怪我做15吧。年轻一辈的领队，就相当于年轻一辈的领头羊，这意义非同小可，绝对会把我给推到风口浪尖的。这事只要落实了，无论是各峰仙人，还是各峰的年轻弟子，今后恐怕都会盯紧于我，麻烦也会一件又一件的接踵而来，这活绝对不能接。”李长寿面露惭愧之色，叹道：“不瞒长老，近年来弟子与破天峰九巫师伯交好，一同探讨酿酒品酒之趣。之前九巫师伯在弟子那儿喝酒，醉时曾经玩笑说，便是弟子这般平庸且籍籍无名之人，他也能让弟子在同门面前扬眉吐气。不曾想师伯酒醒之后，竟觉言出必须做到，顾及自身面皮，做了如此安排，让弟子着实惶恐。”葛长老眉头越皱越紧，其他门人弟子却是面露恍然。顿时周遭看李长寿的目光没了敌意，多觉得九巫执事仗着门内势力太过肆无忌惮，又对李长寿颇多同情，久久都忍不住嘀咕：“我师兄怎么能这么真是……”远在几万里之外的九巫御空时忍不住连续打了几个喷嚏。百凡殿内，李长寿又是叹了几口气：“弟子
不敢让长老您为难，也不敢怪九巫师伯的一片好心，但弟子当真是担不起这般重责，不如请长老另外指定一位才德相称的弟子做领队，弟子也厚着面皮一同前往东海之滨。若此事当真是忘情上人交代下来的，弟子责无旁贷，必遵命而行，为门派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若此事是九巫师伯从中开了一个玩笑，弟子也不敢冒领这般名望，只求能够滥竽充数这一回。此间内情，还请长老明鉴。言罢，李长寿低头躬身，长久未起。众仙颇为感慨，都觉得这个弟子当真是被九巫给坑了呀，太不容易了。甚至有一个女弟子柔声道：长寿师弟，不如你就做领队吧，咱们都知道内情，绝不会有半句不满。其他弟子也纷纷点头应声。长寿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葛长老沉吟几句，目光中满是对李长寿的赞赏。九巫刚好去了中神州，一时也联络不上他，这般小事不值得去吵扰忘情师兄。也罢，就由你说的这般，再学一领队吧。葛长老话音刚落，有秦玄雅突然向前迈出一步，拱手低头：弟子愿担此重责。有毒今天怎么这么懂我心意啊？闭关几年，果然又长进了，毒性稍微消散了一些。然而李长寿还没来得及松口气，有秦玄雅又道：还请长老设2个领队，弟子与长寿师兄一并出任，如此也可两全。我去，这毒性非但没减，反而加深了。就在这时，有秦玄雅扭头看脸李长寿，目光中满是坚定，眼神里写满了认真，甚至还有着那么一丝丝的羞怯。交给我吧，长寿师兄，玄雅定不会让你难做的。这一刻，李长寿感觉自己已经快裂开了。一朵普通的白云上，李长寿姿势普通的站着，飘飞在普通的安全高度，普通的回返了小琼峰，心底却完全不如表情这般平静。本来领队这活儿已经推出去了，没想到又被有秦玄雅一脚给踢了回来，顺带着他还把门给焊死了，贴上了2道天仙级的封印。还好此前已经把锅甩给了九巫，给自己树立起了惨被捉弄的无辜受害者形象，此时的处境并不算太被动。至于九巫形象受损，那也是九巫挖坑在先，而李长寿呢，也只是在坑底往外爬的时候对着矮道人的脑门踹了一脚。反正也不会有人真的敢去怪罪九字九仙，这件事只能够不了了之。李长寿的心底不由开始琢磨，九巫为何要这般行事呢？估计这矮道人觉得很有趣吧。前几次喝酒，九巫都在劝他主动招揽一些名声，从而得到门派重点培养。李长寿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位师伯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想让他在这次领队的位置上暴露反虚6阶的修为，从而得到门派的重视，从优秀弟子迈步到仙苗。但是这么干完全没有意义啊，纯粹是在添乱啊。李长寿禁不住揉了揉额头，修为是自己最大的底牌，哪怕这张底牌只是被曝光一小部分，自己就少了一份安全性，更会因此被人关注，甚至是忌惮。渡仙门表面看起来是一片祥和，却有各种暗流涌动。门内的资源总共就这么多，各峰弟子门人却呈现不断增多之势，各峰之间暗中的竞争其实也是异常的激烈。真以为他不知道自己师父早年是怎么负伤的？哪怕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左右推测验证得出结论，师父还不就是被门内自己人给阴了？
从对这件事师傅闭口不谈的态度就可以推断出，阴了师傅的那股门内势力也不小。对方当时应该是想废了自己师傅，断了小琼峰一脉，但师傅挣扎着再踏修行路，且没有再给对方机会。渡仙门门规森严，未成仙弟子想要外出，都要提前找百凡殿报备，且得到应允之后才可以出护山大阵。如果是被寄予厚望的仙苗，门内还会指派元仙甚至真仙陪同外出。早在80-90年前，李长寿就基本能够推断出师傅受伤发生在哪几种情况之下。第一，外出历练。第二，当年某次门内大比。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九无几千年前入门就拜在了忘情上人门下，起点高，飞得快，还是最强的破天峰一脉。这种惯性思维让九无看不到门派内的这一点蝇营狗苟，但李长寿却不得不防。小琼峰是在门内最底层势力，这让李长寿不得不对周围这些看似平和的环境留上这么一手，留上这么20-30手吧。罢了，事到临头，也想不出拒绝的好法子了。但凡托病说有点走火入魔的迹象，8成会惹来门内高手手拉手的探查。在这个节骨眼上，假装我偶然有所悟，必须闭关修行，9成也会被检查身体。把灵儿打个半死，然后我必须留下来精心照料。开玩笑，那也得舍得下手，毕竟我是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师妹一点点长大的。行吧，没了张良计，还有过墙梯。4日后的东海之行，自己只要不多说一句话，不多提半个字，让有秦玄雅成为实至名归的年轻一辈领队，自己降低存在感就是了。为此他决定做一位沉默的靓仔。话说回来啊，有秦玄雅上次北拒泸州之行可能是真的受到刺激了，回到破天峰闭关几年，修为竟然连续突破，如今已经是反虚境8阶了，反超了原本修为第一的那位破天峰的师兄。这也是有秦玄雅今天敢站出来直接硬性接盘的底气。这种连续突破的情形虽然可遇而不可求，也并非是真的好事，说不定就会为他今后的天劫埋下什么伏笔。修为也有欲速则不达的说法，像李长寿此时的境界，那都是悄咪咪的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突破而来的。大概60年前，暗中突破反虚境之后，李长寿目睹了一场门内渡仙之人被天劫劈成飞灰的情形。随后他就开始强行地压制境界，不断感悟每一个境界的细节，反复温故而知新，直到一个小境界都被他反复地踩踏到无比夯实，才会意犹未尽地迈入下一步，并且小心地计算着自己今后面对天劫时的存活几率。当时李长寿就下定决心，哪怕多花200年打基础，也要搞好渡天劫的准备工作。但不知怎么，他的修行速度并未因此慢下来，反倒是压制境界越来越费劲了。大概这就是大道有感对他独有的魔力吧。回到小琼峰时，师妹已经在修行了。李长寿在树下静思了一阵，随后便摇头祝福了一句九无，希望他早生贵子，儿子也好，女儿也罢，都是身高8尺。转身继续忙碌，他开始制作新一套折叠式的法爷鸟笼。师傅的渡劫已经证明了法爷鸟笼是能够有效抵挡削弱天劫之力的。虽然给师傅做的那只鸟笼在抵挡第一道劫雷之后就被天劫之力强行冲碎，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在天道规则的允许范围之内。一只能够抵挡1道雷，那我准备9只，是不是可以无伤的度过天劫啊？
对此，李长寿只能摇头一笑。渡天劫对于师傅而言是死劫，但对于他来说，只要有99%的把握保证自己不死，那就是一场修行以来最大的机缘。首先啊，天劫是炼气士破茧成蝶的最关键步骤。劫雷落下，元神升华，凡躯化作仙胎，神魂化为仙婴，自此踏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成为洪荒中强壮了一点点的蝼蚁。其次呢，天劫也是一次正面接触到大道的机会。若炼气士在渡劫时能够有所感悟，生死之间得见自身之道今后的演变之路，很可能会真的飞升啊。渡仙门内有记载，忘情上人便是直接在渡劫后半个小时内突破到真仙境，跨越元仙境之后，非但没有道基不稳，后续的修行也是势如破竹。而且呢，根据古籍记载，远古时有人族炼气士渡劫之后飞升，更是直接突破了天仙境。当然啊，李长寿没有奢望这么多，他只是想达到一个相对较低的目标，平稳度过天劫，道基圆满无憾，为日后一步一步攀登长生的高峰打下坚固的基础。李长寿之所以做这个鸟笼以备用，其实是防范最后一道天雷，或者是倒数第2道天雷。前面的劫雷他肯定是要硬扛，获得最大的好处，也有10%的把握去硬扛。为了防备发生器械性故障，这只折叠式的法爷鸟笼其实是这2日以来他做的第6套了。有了这件利器，自己的生命无疑又多了一重保障，面对天劫存活下来的把握也达到了9%9%，再加上接下来可以找机会参悟无为经，待他稳扎稳打突破到归道9之后，顺利度过天劫的把握应该可以达到9%5%，这种程度已经能够让他惜命一搏了。